以为上恋综就是给当红对家当背景板，他甜甜蜜蜜全网夸，我和影后搭档相敬如宾被嘲木头，直到节目直播，眼尖的网友把我拽上热搜。快看影后看他的眼神，拉丝了。更离谱的是，那位以难搞著称的影后，深夜发来好友申请，只有一句好久不见，而这一切都被我那在镜头前扮演暖男的死对头看在眼里。他笑着对我耳语，这节目就是为了捧我，你就乖乖当对照组吧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和影后的故事10年前就开始了。天黑了又黑，我已在床上躺了3天了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，我几乎压根不想下床，因为我拍了一部古装电视剧，又进组一部警匪电影，半年时间。我只休息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，而这半年我每天都有武打戏。为了清静，我将经纪人小吴都拉黑了，但我是被敲门声弄醒的。不用猜，就是小吴。铃木。小吴的声音如雷一般，门的阻挡压根起不了任何作用。我头埋到被窝里，不想理会。卧室门被我锁了，钥匙也藏起来了。小吴这次就只能在门外无能狂吠了。我伸手拿出电视遥控器，将声音开到最大，小吴的声音便更被掩盖住了。但我还是听到他说：“铃木，金圈最近筹办了一个综艺节目，点名要你参加，你别装死。”小吴真的怒了，我没办法，只好下床给他开门。什么综艺？开门的瞬间，小吴就冲了进来，他把文件隔空扔给我，我习惯性的接住，翻开文件，偌大的恋综2个字紧紧抓住我的眼球。小吴说：“陈总还约你吃饭，叫你给他一个面子。”我翻阅文件，发现文件最后已经签了名，公司代签的。我问：“节目我必须得上吗？”小吴颔首，然后举起双手做投降状。公司说你必须上。我继续追问：“饭局我也必须去吗？”小吴挑眉，这个云总没说，但不去的话，保不齐被穿小鞋。我将文件扔得老远，被穿就被穿喽，有本事就别让我去。小吴哼笑：“你也是熬过来了，这种局也敢不去了。”我瞥他一眼，躺到床上，再不熬过来，我就要退圈了，太难了。小吴神秘道：“你知道这次嘉宾都有谁吗？”我不是很感兴趣，但还是顺下去问：“有谁？你猜？”我蹙眉，心里渐渐涌上不祥的预感。顾子浩，我叹了口气，真的有些无语了。顾子浩是我入圈以来就认识的死对头，是真的死对头，不是假的。有次拍戏，我是给他当配角，谁知道我竟然压他一头出圈了。凭我的帅气，然后在网友和我涨粉的速度，顾子浩气火了。毕竟同为演员，对样子都很在意，而顾子浩是十分在意。我记得当时为了怕他生气，还发微信为粉丝行为道歉，结果顾子浩给我反手拉黑了。第二天，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我的黑稿，说我靠脸蛋上位，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黑料都会出现在我的评论区。公司调查后发现是顾子浩下的手，可现在竟然又在一个节目里相会，我实在怀疑这个综艺节目想搞事。我跟公司的合约还有多久？我还是感到有些累。闭上眼，小吴比了比个手指头，10天。我垂死病中惊坐起，10天。但老总问你续不续约，我刚扬起的笑容就僵了。其实老总上次就有问我要不要续约，被我拒绝了。续什么？我要自由，要自己当老板。小吴向我伸出手说：“带我一个，我可以立马辞职。”我喝了声，晕了。除了顾子浩，还有个重磅级人物。我问谁？影后白芷柔。我刚拿到手的手机，哐啷一声掉了。白芷柔，这个很熟悉的名字，我曾千百次在嘴边和心里念过。我们10年前就认识了。白芷柔这个名字也在娱乐圈经常出现，因为咖位大，经常受到关注。每次看到我也会点进去看，看她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知道她入圈第2年就提名了最佳新人奖，第3年提名最佳女主角，第4年拿到影后。我和白芷柔是大学同学，刚入学她就已经一炮而红。想到这，我不禁看向窗外，脑海里突然就想到第一次见白芷柔的场景，那是校园的林荫小道，是刚开学却人人精致的电影学院，只有我提着沉重的行李箱，她穿着很简单的衣服，坐在一旁的石凳上看剧本。我看了她好几眼，因为她实在很吸睛，因为那张很出色的脸，视线大多会让人察觉。白芷柔抬手，以为我需要帮忙，要我帮你吗？虽是询问，手却已经接过了我的一些行李。谢谢你。出狱实在比较惊艳，以至于我总是回想，陈总拉群了，记得看。小吴的声音突然将我拉回现实，我回神看手机，综艺大多有剧本，需要群来分配。我盯着综艺群，看着 CP 分配，只觉得命运也是带有戏剧化的。只见白芷柔旁边立着一个3个大字：铃木。这怎么回事？小吴说：“你把陈总得罪了，还想要好 CP。”我不知该如何形容心情。白芷柔不好吗？小吴解释，他咖位是大，但背景太大，又是出了名的不配合，在这种综艺节目里，把热度炒起来是最好的，而不是一个有实力的 CP。我盯着这个名字有些失神，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一条好友消息滑入，是白芷柔的好友申请。他说：“好久不见。”心脏砰砰跳的感觉，却让我有种心如死灰的感觉。我回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除了跟白芷柔是 CP 的噩耗，另一个就是顾子浩了。小吴说，这次节目组最大的投资方是老总，但从 CP 的安排来看，我并不是受益方，顾子浩是最大的受益方，因为他的 CP 是老总的女儿苏雨蓉。看来公司准备签顾子浩了，估计料到我不会续约，好让顾子浩跟我打擂台。但他们大抵想不到，我的对家顾子浩是个蠢货。但开录那天我装扮得格外低调，我要避其锋芒。可到了场地，顾子浩执意要找上门来。录制现场已经架起了录像机器，我跟工作人员带麦克，刚把麦克夹到衣领处，顾子浩就走上前来，跟白影后一起搭档，心里开心死了吧？话里话外都是幸灾乐祸。圈里人都知道白芷柔这人是出了名的好赖不吃，只认一个死理，那就是他自己。我维持人设，只睨了一眼，麻烦让一下。顾子浩其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对手，因为他很蠢，很容易被激怒。你装什么装？我关掉麦克风，有本事你待会别装暖男。顾子浩咬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等着节目播出是网友的唾沫星子吧。我捂住嘴巴，哇，我好怕怕哦。你先拿到今年的视帝再说吧。顾子浩的脸黑了，因为对不起哦，我忘了，我上个月刚参加了颁奖典礼。顾子浩直接暴怒，铃木。闻声赶来的苏雨蓉忙来安抚顾子浩，
怎么了宝贝？顾子浩故作伤心，没事，就是你们公司的林默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我呢。富家女苏雨荣心疼地搂住顾子浩的手臂，林默，注意你的言辞，子浩可是我们陈星之后签约的人，你最好别招惹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小苏总。一道低沉磁性的声音突然传来，白芷柔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眼神冷冽地扫过苏雨荣。陈星的艺人还是管好自己比较好。苏雨荣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圈里人都知道白芷柔不好惹，却鲜少有人知道她不仅是 ET 的艺人，更是 ET 实际控股人之一。陈星在业内只能算二流公司，根本不够白芷柔看的。顾子浩也收敛了气焰，讪讪地拉着苏雨荣走了。我转头看向白芷柔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白芷柔看着我，眼底的冷意褪去，多了些温柔。应该的。我们慢慢走到节目组安排的座位坐下，正式开录时就是一个分组抽签，毫无疑问，我抽到了和白芷柔一组。我们这个节目前3期采用现场直播形式，3期之后采用剪辑，嘉宾的脸色都变了。只有毫无人设的苏雨荣问：“不是先录再播吗？”顾子浩维持着假笑，但我看到了他的笑容即将崩裂。不过很快他就恢复如常，手无意间触碰苏雨荣。投资方刚刚临时开了会，增加了这种新颖的形式，且合同上并未注明节目形式，所以请各位配合安排。投资方说片酬翻倍，于是每个人脸上都扬起了笑容，包括我。现在直播开始，下一秒每个人眼前都多了一台相机和一名摄影师。我喜忧参半，清冷人设对我来说演绎时还行，演久了我还真没试过，而我内心更怕被心细的网友察觉。不过直播会少了很多剪辑的弊端，但也容易因为自身不太好的习惯引起全网攻击。旁边的大电视亮起，里面露出无数个画面，还有滚动飞快的弹幕。我丢，高冷影后和清冷师弟成 CP， 这哪个人才想出来的组合？别，说不定就是命运使然，都搞直播了，哪有那么多坏心眼？还真有。但是顾子浩和这个富家女好像有点甜，+1，他们氛围很和谐，还有点小粉红泡泡。是啊，就是我感觉林默和白芷柔有点死了。林默和白芷柔全程零互动，简直是木头组合实锤了。我瞥了眼弹幕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可谁知旁边的白芷柔突然递过来一瓶温水，导演刚让人拿的，喝点润喉。我接过水，指尖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，我像触电般收回手，低声道：“谢谢白影后。”她说：“叫我芷柔就好，我以前就这么叫她。”直播画面里，顾子浩和苏雨荣正上演着初见心动的戏码，两人眼神拉丝，弹幕全是好甜锁死的评论。而我和白芷柔这边，除了刚才递水的互动，全程安静的像两个背景板。救命！木头组合能不能有点反应啊？白影后好歹说句话啊！你看林默都要尴尬死了，我赌5毛，这组绝对走不到最后。我看着弹幕发愁。节目组在此时发布拍摄 vlog 的任务，白芷柔说：“节目组让拍 vlog， 我来录吧。”我有些惊讶，记得大学时她最讨厌被拍照，还特意在校园墙发过禁止偷拍的声明。她打开录像功能，镜头对准我，看镜头，我下意识的扬起嘴角。镜头后的她眼神温柔，仿佛带着星光。她低声说：“笑起来很好看。”我的脸颊瞬间发烫，连忙移开视线，看向窗外。前排的顾子浩刚好回头，看到这一幕，狠狠瞪了我一眼。第1期的录制地点在南城，也是我10年前第一次拍戏的地方。说来也巧，那次戏与白芷柔也有瓜葛，是白芷柔介绍我们去的。据说那次她给班里大部分同学都介绍了，但只有我的是男二。我为了感谢她，在杀青后请她吃饭，她欣然应约。于是在南城的夜市里，我们吃起了烧烤。我举起酒杯致谢，白芷柔，谢谢你的推荐，让我有了演戏的机会。她低头笑了笑，不用谢，举手之劳。我眨着眼问出心里的疑惑，不过你为什么会选我演这么重要的角色？白芷柔眼神温润，你不觉得这个角色和你很像，有一股冲劲？我怔了片刻，剧本的角色与我的确很像，但我没想到的是她注意到了。谢谢，这是我唯一能说的话。白芷柔拿起酒杯在我的杯子上碰了下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以后不用跟我说谢谢这样的话。于是心脏的跳动也像酒杯的碰撞声清晰。自那之后，我们有了交集。拍完戏后回学校，我们也是走得很近，例如莫名排在一起的位置，期末结束表演的钦定 partner， 不可避免的。我以为他也对我有点想法，于是我准备试探。可是这时我却收到了他经纪人的提醒：芷柔最近事业上升期，林同学还是要注意点分寸。很难形容我当时的心情，难堪和自尊心同时包裹住我。我当然想过质问，但当你处于身份低下的时候，往往缺少质问的勇气。我很难避免那是再一次的羞辱。恰好那时毕业了，我将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至此，我开启了一场躲避白芷柔的10年游戏，也开启了我的上升之路。去南城需要每位嘉宾乘坐飞机，于是在飞行途中，嘉宾们可以自主拍摄 vlog。白芷柔拿着手机从机场一路拍到机舱，镜头大多时候都对着我。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以前不是不喜欢拍照吗？”他一边调整角度，一边说：“现在不一样了。”我愣住，心里默念这几个字，在想什么？白芷柔的声音将我拉回神，我摇摇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了10年前在南城拍戏的日子。他似是想到什么，笑了下。记得那时候你总爱偷吃辣鸭脖，被导演抓到好几次。我惊讶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他说：“我去探过班，只是你没发现。”飞机降落时，白芷柔还在拿着手机拍我。我从她手里拿过手机，翻看她拍的视频，画面里的我，或是低头浅笑，或是看向窗外，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暖意。而视频的最后，是她偷偷拍下的自己，对着镜头说了句：“林默，好久不见。”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到了住宿地点时，弹幕依旧在对比两组 CP， 顾子浩和苏雨荣一起收拾行李，好甜啊！林默和白芷柔各玩各的，这组真的没救了。等等，你们看白影后的眼神，她一直在偷偷看林默啊，哪里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求回放！我顺着弹幕提示，余光看向白芷柔，她刚好收回视线，低垂眼眸，耳根却慢慢红了起来。顾子浩显而易见看到了屏幕，目光在我俩之间逡巡，眼睛却带着点怨恨。傍晚录制，
设置了小游戏作为彩蛋，作为播完花絮很大众的国王游戏。节目很显然在捧顾子浩，连着好几次的国王都是他和苏雨蓉。他笑着提问苏雨蓉：“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”苏雨蓉说：“善良、乐观，还有帅气。”然后苏雨蓉又问他：“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”顾子浩把苏雨蓉所有的特性给描绘了一遍，其他嘉宾纷纷起哄。我有点想笑，又不能破坏人设，只能低头。谁知道下一局的国王就是我了，笑僵在嘴边，抬头是每个人八卦的神情，还有顾子浩的挑衅。毕竟白芷柔咖位大，帮我但不一定会配合我。我挑眉看向白芷柔，我问芷柔：“你下部戏什么时候开机？”白芷柔看着我，眼神认真。等你有空的时候。嘉宾群发出报名般的起哄声，顾子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苏雨蓉也有些尴尬。我了然颔首，又玩了几局，白芷柔也很荣幸的成为了国王。她毫不犹豫的看向我：“林默，你有过心动的人吗？”我盯着她，挑眉说：“有过。”她追问：“是谁？什么时候？”我笑了笑，故意打哑谜：“你猜。”她的指尖微微一顿，眼底闪过一丝失落，却还是笑着说：“我猜是我。”我怔住，她猜的没错，可那人并没有看上我。我笑着抿了口果茶，白影后，这也是你吗？其他嘉宾笑说：“林师弟这么帅气，谁会看不上我们林师弟啊？”顾子浩也得意的附和：“就是啊。”只有白芷柔的眉毛蹙成一团，像是个毛线。傍晚，节目录制结束后，他拦住要上房车的我，将我拉到无人的角落。他着急问道：“刚刚那话什么意思？”我不解道：“我也想问你，你的经纪人跟我说，要我离你远点。”白芷柔眼神骤然变得奋力，又强制抚平：“我不知情，也不是我的意思。以前有猜过，也许不是你说的，可我后面知道你是 ET 的控股人之一，我又该怎么说服我自己呢？”我看着他，低头叹了口气，不说了，反正已经过去了，过不去。他的声音几乎暗哑，夜晚也阻挡不了他眼底偏执情绪的蔓延。林默，过不去，我等了10年，你躲了我10年，连解释都不想听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听，但我认为以前的我们不只是因为那件事才没走到一起。我垂眸蹙眉，白芷柔，你以为喜欢是2个人心意相通就行吗？不是，那时你是天之娇女，而我籍籍无名。后来我知道你是 ET 的人，隔在我们之间的就够多了。白芷柔眼睫颤着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几乎吼出来，我在乎。将这些背在身上的不是高位的人，而是处于低下的。我不敢想象，我要是背着这些和你在一起的多累。白芷柔抱住我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低头看腰间修长的手，将它缓慢推开。所以我说过去了，你明白吗？现在的我不是以前的林默，你也不是独自耀眼的白芷柔。故事不要续集，要重新开始。白芷柔倏然抬眸，眼中亮晶晶。那现在，我缓缓撤出一个笑说：“这就是你的事情了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走了。风刹那吹来，有点凉，肩膀上却多了件外套，突然就暖了。节目上了热搜，我和顾子浩并列上榜，一个是暖男甜妹组合，另一个是双木头组合。网友剪辑了部分片段，充分显示了不同的氛围。这节目直播真有意思啊！就是林默和白芷柔没什么意思，他们2个太木讷了，看我们子浩多甜啊！对，我感觉他们真的会牵手成功，笑死！这一看就是顾子浩弄的水军。但吸引我的是另一条消息，顾子浩官宣了一部电影，但这部电影我记得之前敲定的人是我。小吴看的要气死，公司说你续约就给你，我嗤笑，那不要了，是不是下周就到期了？对，你决定好成立工作室了吗？我颔首，当然，电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我当然要送一份大礼给顾子浩。死对头有2种合法解决方式，一是感化他，二是踩扁他。对于顾子浩当然是第2种，而这部电影就是开端。我问小吴，还有我和谍战电影导演的聊天记录吗？或者剧本吗？小吴疑惑，有，你要干什么？给某人惊喜啊！节目第2期是去西城，嘉宾都自己乘坐飞机前往，我是个守时的人，到时竟然只有顾子浩和苏雨蓉。完了，今天没看黄历，但可以浅浅给他来一个下马威。顾子浩翻了个白眼，挑衅道：“哟，一个人来的？”说着还挽上了苏雨蓉的腰。我摆手，当然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苏雨蓉不羁道：“听说林师弟最近在筹建工作室的事情，我没有。对于工作室，前期一般只有自己，他跟公司不一样，所以合同到期，我直接宣布工作室成立便可，想合作的人自然会找上门来。哪能，合同还没到期，怎么可能越俎代庖？”苏雨蓉吃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，但工作室能不能开得顺利，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。”我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了，他要阻拦我开工作室，但对于我在娱乐圈内摸爬滚打10年，还有所成就来说，威胁不太大，只不过的确是小人。我不屑道：“等着你们陈星他们还要再说。”可嘉宾零零散散都来了，白芷柔坐到我身旁。上次跟白芷柔说完后，白芷柔没跟我在微信上聊这件事，反倒是给我发了很多风景图片，每张图片下面都配着时间地点。她说这是她10年间到过的每一个地方。众嘉宾集结，又开始唠嗑，重心主要是在顾子浩身上。子浩，听说你最近要拍电影了，还是陈导的电影呢？顾子浩瞥了我眼，笑得很得意。我呵了声，而后我点进微博，操作了一番，很快弹幕突然沸腾。我擦，顾子浩不是官宣新电影了吗？但听说那电影之前是林默的，我也看到了，而且林默下月都空出行程准备进组了。这件事我知道点内情，那个苏雨蓉好像是陈星老总的女儿，但林默和陈星的合约还有1周不到就到期了，陈星就以此要挟他不从啊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顾子浩上周刚和陈星签约，我懂了，顾子浩之前就和林默不和啊，这不是恋综，是顾子浩和苏雨蓉的独角戏啊。看见弹幕的发言，低头笑，坐在不远处的顾子浩牙齿都要咬碎了。苏雨蓉的脸色也不是很好，西城跋山涉水，路过的地段有个不浅的湖，我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气味，自由且惬意，我不由停下，张开双手，迎着湖面，吹着湖风，感受着难得的放松。这时摄像师还在对我拍摄，却突然被叫走了，身后突然有孩童冲撞，直奔我而来，我被一群小孩撞进了湖里。我不会游泳，天生怕水，窒息的感觉充斥我的全身，我只能不停扑腾。摄影师肯定看见了，我听见落水的扑通声，我还以为是摄影师，结果是白芷柔。
他水性应该很好，不过片刻他就搂住我的腰，我睁眼看他，水流充斥，眼睛酸涩的厉害，呼吸不畅，我有些浑噩的埋在他的颈窝。突然下颌被抬起，还带着温热的唇附了上来，我感受到他的气息，放在他肩头的手好像也有了心电感应般，感受到他的心跳。10年来拍过不少吻戏，但从来没有比此刻更令人心动。后来节目组的人下水，我们被套上了救生圈，被白芷柔带到岸上时，我们的肩头相抵。白芷柔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毛巾，为我擦头发。她问冷不冷，我颔首有点。而后她将我揽入怀里，她低声说这件事不简单，要细查。我知道。导演知晓后连忙来道歉。我看到了躲在人群后的顾子浩，顿时就明白了。换好衣服，我和白芷柔第一时间去找到了那些孩童，用手机录像。他们的家人向我道歉，却死活不说背后的人。我只问是谁让你们这样做的？有人把我扯到一边，没用的，你们节目组刚刚来人了，给了他们好大一笔封口费。我挑眉，这样啊？这时我说出来是谁，我给10倍的回礼。你们也要知道孩子没满刑事年龄，不会有犯罪记录。家人的神情开始松动，最后他们带着我们找到正在直播的顾子浩，指着他说是他，就是他。顾子浩闻声回眸，面上染了惊恐。坐在一旁的苏雨荣走来质问那群人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导演见状连忙中断直播。白芷柔冷声道，算账。我问顾子浩，是不是你跟小孩说我们在拍电影，让他们扮演推我下去的角色？顾子浩脸色煞白，装傻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白芷柔眯眼，听不懂人话的人也可以参加这档节目吗？导演额头浮起冷汗。白影后，要不等节目录完再说。是啊，断什么也不能断财路啊。虽然你是ET的人，但要是他们知道你这样……苏雨荣调笑，欲言又止。顾子浩闻言更是，是啊，影后你要这么整，节目消失，大家的钱去哪找？白芷柔扫视众人，打了个电话，撤资。对面传来疲惫的女声，哪几部？白芷柔对着脸色逐渐僵硬的两人说，有顾子浩和陈星的所有。导演更加不淡定了，哎，小白总，不能这么搞啊，节目还得拍呢。苏雨荣表情也挂不住了，小白总。其他没吭声的嘉宾有人提示 ET 的总裁姓白。顾子浩表情完全崩裂。白芷柔揽住我的手臂，导演你自己决定。我想了想，要不报警吧，这可不是简单的伤害事件。顾子浩大喊，不行，报警我就完了，那是你的事情。说着我按下报警号码，询问如何。导演看白芷柔不悦的神情，仰天长叹，报8，这都什么事？于是节目第2期没录完，警察参与此事后，节目被迫叫停。顾子浩和我被带去警局问话。莫哥，你饶了我这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抢你资源了。我笑，不稀罕那些资源，我走到现在少1-2个资源不算什么，我要的就是你爬不起来。你应该知道被牛皮糖粘住的难受感吧？顾子浩气红了眼。林默，我不以为意，你怪我没用，你自己做的。我接受对手一切的攻击，只要是合理的，但你不该拿我的生命作为赌注，这让我很难办。顾子浩哭了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，我可以退出娱乐圈，真的。我淡淡道，不需要。从警局出来，门口停着一辆不熟悉的车，而我的房车不知所踪。我刚想打电话给小吴，只见那辆车打了双闪，然后门缓慢打开，白芷柔从里面下来。我明知故问，你怎么来了？白芷柔走来，脸上挂着笑，太晚了，不放心你。我疑惑道，在警局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白芷柔低声道，其实是我想你了。这期结束后，接机的人群多了 CP 粉。我没想到的是，白芷柔跟我是一班飞机，看到在头等舱里看剧本的人，我只觉缘分使然。对，缘分，我叫她白芷柔。她应声抬头，你坐哪？我指了指隔壁的隔壁。那她问，好，落地可以一起吃饭吗？我笑了笑，可以。于是下了飞机，我们一同出登机口，两边的粉丝高举旗帜，闪光灯闪个不停。白芷柔伸出手微微挡在眼前，大家不要开闪光灯，对眼睛不好。人群发出报名声，你们好甜，什么鬼？我问白芷柔，你笑什么？白芷柔瞥了我一眼，低声道，当然是开心。白芷柔载我去了川菜馆，因为我爱吃辣，特别爱。跟她大学那会儿，我们经常3、4人一起去川菜馆，不过真正留在这个圈子的就我们2个。这期录完后，我跟陈星的合作就彻底结束了。我成立了工作室，吸引了许多3线开外的艺人。我更多看重品行、演技、样貌、身材先后为参考标准，我挑了许多优质艺人，并且明令要求不许演员参加酒局。白芷柔问要不要把我签了，我笑道，我跟 ET 抢人，我可不敢。白芷柔笑说，没事 ，ET 会放的。我笑道，那你来吧，当我的吉祥物。节目因为顾子浩被叫停了，而 ET 真的撤资，于是节目因自身原因不得已对每位嘉宾进行补偿。与此同时，顾子浩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，被判了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惩罚。苏雨荣也被此事牵连，陈星股票跌了不少。白芷柔说，苏雨荣给他发了道歉信。我问，那你回了吗？白芷柔摇头，回什么？他这叫做怕了，不是醒悟了。我赞同的点头，你真的只把我当你工作室的吉祥物吗？白芷柔突然盯着我，双眼亮晶晶的。我沉思半晌，就听他继续说，我觉得你可以适当利用我，我不止吉祥物的价值。闻言，我笑出声，行啊，小白总。1月后，我和白芷柔一同进组，在对台词时，白芷柔难得没接住我的戏，低头看他时，他在盯着我看。我问道，怎么了？他恍然道，我已经好久没看你背台词了，上一次还是10年前，有时候也会从视频里看到你在剧组的模样。我调侃，这么像我？白芷柔说，而且当年我都准备向你表白了，结果你把我拉黑了。提到这，他愤懑地捏我的脸。我问他，你当时为什么喜欢我？那时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。白芷柔蹙眉，喜欢需要一个既定的标准吗？说着他翻阅剧本，念人物的台词，喜欢你就是喜欢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还有，人一定要自信，你比我见过的人都好。这句话还是角色的台词。白芷柔盯着我，无比认真道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娱乐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就是向上攀爬的艰难史。放出白芷柔签了我们工作室的消息时，全网沸腾。我丢，他们是真的。顾子浩的事情固然可恶，
但我的木头组合实在很甜。工作室成立1个月，我进组了，进的是白芷柔主演的组。有记者采访他，所以你当时在节目组说要等的主演就是林默吗？白芷柔说，对，那时怕他不同意，还很担心。记者问，为什么担心？因为我之前向他表白，他拒绝了，我害怕再次被拒绝。白芷柔平静的语气像是在阐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，于是又让我上了热搜。我丢，看来这次邂逅很有可能是蓄谋已久，好甜，好喜欢，嘿嘿。我质问他，你是不是蓄谋已久？白芷柔颔首。ET 也是节目组的投资方，我假意恭维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他强势的扳过我的脸，在床上重重吻了下来。不厉害，怕你不要我？怎么会？工作室成立半年，我带着3个新人进组，不是让他们当配角，而是给他们争取到了3个有完整故事线的角色。有场戏男孩紧张忘词，我没骂他，而是拉着他一起对剧本，帮他找情绪。白芷柔也在旁边搭戏指导。那男孩后来凭借这个角色提名了最佳新人奖，工作室的名声一下子打开了，越来越多有实力的演员找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白芷柔早就帮我挡了陈星的不少班。陈星想挖我工作室的演员，他提前给演员涨了待遇。陈星想抢我们的影视资源，他直接让ET把项优先级提上来，但他从不说这些，只在我熬夜改企划书时，默默给我递杯热奶。成立工作室1年，我亲执导并主演的电视剧和陈星重金打造的剧对打。陈星买水军刷数据，买热搜踩我们，可我们的剧靠扎实的剧情和演员的演技出圈，播放量破纪录，还拿了年度最佳剧集。颁奖礼上，我站在台上说，谢谢所有相信实力的，也谢谢我的工作室，这没有资本压榨，只有一群想好好演戏的。台下，白芷柔看着我，眼满是骄傲。次年，工作室升级成公司，我把拒绝9局，只看实力写进了公司章程。同时，我成了新扶持计划，每年资助10个有潜力的表演系学生，而白芷柔成了影坛的票房保证。我们一个主剧，一个主影，偶尔合作一部戏，每次都能掀起收视热潮。有次采访，记者问我，现在有说你是娱乐圈新资本，你怎么看？我笑着回答，我不是资本，我只是个从底层爬上来的演员，现在想做那个给别搭替的人。说完，我看向台下的白芷柔，她冲我比了个加油的手势。我抬头看向头顶的镭射灯，这一次我真的和白芷柔并肩了。全文完。